？iPhone 学 Android，Android 学 iPhone， 到底是谁学谁呢？我们来感谢今天的影片赞助商 Casetify。国际知名时尚配件品牌 Casetify 近年来持续致力于品牌的永续发展，在制作的过程中淘汰原生塑料，坚持使用永续环保物料来制作产品，同时呢也保有品牌的时尚和防摔的特性。今年他们推出的手机壳也是从 Recastify 计划中所回收的手机壳，结合部分可回收物料和植物性物料所制造而成。为了往 Drop to Zero 的目标迈进，他们的研发团队不断努力，将可回收利用的塑胶制品用于产品开发中特别精简制造过程，以减少20% 的碳排放量。手机壳上面呢，你看到的彩色点点，就是来自于回收旧手机壳的塑胶原粒。Casetify 不止在产品的永续性上面升级，在防护的部分呢，也是完全不妥协。我手上的这款 S22系列的强悍防摔再造手机壳，从外表看不太出来差异，但其实呢，在手机的内部四周都加有 Qtech 2.0 专利的防震技术，并通过了高达200公分的防摔测试。在不含 BPA 化学物质下，表层也加入了 Defensify 的抗菌涂层。如果你喜欢不同风格的手机壳呢，他们也推出了多种系列支援 Android 多个产品线，像是这款镜面的手机壳一样是以 50% 的回收物料制成，支援 iPhone 和 Samsung 系列。如果你偏好时尚的外观，同时要兼顾保护性的话，那这一款就非常适合你。那再来呢，还有皮革手机保护壳，一样有支援 iPhone 和 Samsung 的系列，是以高达 90% 的回收物料制成，提供了更环保的产品体验。内衬的地方是纤维的绒面舒适触感，皮革使用的是肯分解的顶级环保皮革，边框部分涂起完全保护萤幕。如果你追求皮革质感，同时又希望兼顾环保，这个就很适合你。再来呢，针对 Google Pixel 一样有推出强悍手机壳系列，同样使用高达 65% 可回收原料和植物性物料制作而成，可以提供更环保的体验，也一样通过了防摔测试高达200公分。那采用升级版的 Qtech 2.0 专利防震技术，表层呢也加入了 Defensify 的抗菌涂层。那我们这边就来直接测试一下防摔给大家看。那以上的全系列手机都支援非常多种的客制化功能，共有6种排版、6种字型、8个字数和15种以上的字体可以选择。你可以依照你的手机颜色啊和喜欢的风格自己搭配，不用担心出门会碰到撞壳的问题。网站上客制化的界面也是非常的友善。那如果有想购买的话，我会提供苹果爹85折专属优惠链接在底下，只要点选链接就能享有优惠，大家记得去使用来得到更多优惠咯。嘿，大家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苹果跟 Google 之间的战争。那我们先来放一段话。那从上述 Steve Jobs 讲的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对 Android 是有多么的憎恨。但其实呢，之前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苹果跟 Google 其实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从 iPhone 的开发到上市之间这段期间呢，苹果可以说是竭尽他们所有的能力和资源。当年的苹果呢，在 Steve Jobs 回归之后，慢慢的整合硬体还有软体，把苹果从一间即将要倒闭的公司，几年内里面起死回生，并且也推出了不少革命性的产品。在 iPhone 推出之前呢，苹果当年最成功的产品其实就是 iPod， 那它占了苹果总共的营收里面的 50%， 它是一个改变人们使用的习惯，还有大大革命音乐市场的一个革命性产品。但当时的 Steve Jobs 知道，人们对于行动装置的使用习惯会慢慢转移到手机上面，那意思就是指当时的科技慢慢进步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大家不再会为了各种功能而携带一个独有的装置，这些装置呢都即将慢慢整合为一。当时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厂商往这个方向前进。那手机的硬体厂商像是 Nokia、Motorola 也在推出这种类型的装置，结合更多多媒体的功能在里面。而软体厂商像是 Microsoft 一样也有开发自家的行动装置作业系统。那 Steve Jobs 一方面也知道说这些装置会慢慢侵蚀掉 iPod 的市场，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对现今市场上面所提供的智慧手机并不太满意。所以呢 ，Steve Jobs 看到一个切入市场的很好机会，同时间呢，他也意识到这是苹果为了生存必须走的路。与其让别人来定位说下一个世代的装
装置应该是什么样子，进而侵蚀掉现在自己占有的市场，不如让苹果自己来定位并改变这个市场。那所以呢 ，iPhone 最终在2007年的时候发表上市，可是其实它的开发阶段呢，最早是追溯到2004年，而 Google 当年的 CEO Eric Schmidt 就在2006年的时候加入苹果的董事会。而 Google 的创办人呢，当年也和 Steve Jobs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Steve Jobs 在他们草创的初期给予他们非常多的帮助还有资源，那甚至他们当年还邀请 Steve Jobs 出任他们的 CEO， 但是我们也知道嘛，当年 Steve Jobs 手上已经有非常多公司，并没有办法同时也兼任 Google 的 CEO， 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先排除他们之间的私人友谊之外呢，光是有 Google CEO 在他们董事会里面这一点，就可以知道 Google 其实当初比业界上非常多人都还要早知道 iPhone 在开发的阶段。那除了 CEO 本人在董事会上面呢，其实当初 iPhone 第一代发表的时候，里面有埋藏非常多 Google 的服务。那从事后的回忆录看起来呢，当时的 Google 里面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在帮助苹果开发这些软体。那像当初在 iPhone 第一次发表的时候，上面 Safari 预设的搜寻引擎就是 Google， 那同时上面还有 YouTube。在一个当时还没有 App Store 的时代下，苹果等于是给 Google 的 App 一个 VIP 的席位。再来就是 Google Map 也是直接内建在 iPhone 里面，这个部分呢就很难说是谁帮谁啦。因为当年有个讲法是说 Steve Jobs 本人非常喜欢使用 Google Map， 所以他很坚持说要 Google Map 在 iPhone 上面。但也要很实际的讲回来，在当时的时代，甚至在现在，有一个那么强大地图的图库啊，还有资料的也只有 Google。但是整体的使用界面就是说以现在我们的时代去看来，我们怎么用手机去应对、去操作的这种使用习惯，多点触控啊，双点去缩放啊，这种操作模式跟 Google Map 根本就是完美的搭配。那这种操作方式呢，某方面其实也定义我们现在所习惯在任何网页操作啊、任何 App 操作上面的习惯。所以呢，某方面你也能说啦，苹果的 iPhone 定义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啊，我们在一个那么小的装置要面对那么爆炸性的资讯量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操作的模式跟操作的界面去最方便跟更有效的使用它。那在当年呢，这种操作方式也大大打破了大家对智慧型手机既有的印象，因为在当年可能是一个键盘的部分就占据这个装置的一大半，那可能还有留一个小小的萤幕，却要显示出我们当年习惯在电脑一个大萤幕上面所看到所有的资讯量，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困难，使用起来也真的像是一个噩梦一样。那这让我们想起来，其实在上个时代电脑革命的时候，不是也有很类似的状况出来吗？一个滑鼠再加上这种桌面型的视窗使用界面，大大降低了电脑的使用门槛。但其实滑鼠也不是苹果发明的只是说当年苹果算是第一个比较成功把这个东西推到一般消费者的使用界面上面。那在智慧型手机上呢，其实也是一样。当年这种多点触控的方式，或许在其他地方有展示过，但是苹果把它的应用，然后结合它的软体，做出一个完美的整合，它的顺畅度有如你真的在触控这个内容的感觉一样。那这个部分呢，苹果当然也是有申请专利，他们可不希望当年在电脑世代上面犯的错误，在这一次又重新上演。但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当年这个只专注在搜寻引擎的公司，竟然会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且自己可能也多少造就扶持了这个现象的产生。那据说呢，当年其实 Steve Jobs 对 Google 正在着手研发 Android 这件事情是知情的，因为呢，当年 Google 害怕 Microsoft 在行动的时代里面一样的主导对作业系统的掌控权，那这样在未来不管是内容或者搜寻引擎上面一样被微软绑得死死的。所以呢，他们其实也着手开发了自己作业系统。那据说一开始是先买来 Android 这个作业系统，但当时的 Android 据说他们同时在开发是2个不同的版本。那 Steve Jobs 所知道、所了解的这个版本是一个比较接近 Windows 的那种版本，就是当年微软所在开发的智慧手机系统。那他也有点大意的以为说 Android 走的方向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那他们竞争者可能会比较像是微软还有黑莓机等等。那除了这个部分的大意之外呢，另外也有一个说法啦，因为毕竟 Steve Jobs 当年跟 Google 的创办者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认识多年，那也一路扶持他们成长，那自认为对他们的了解是可以不用去担心他们会做出这种事情。但这样是不是代表说 Google 本身对 Steve Jobs 没有同等的信任呢？因为你去试想说，如果以他们当初对微软的担心是说他们在作业系统上面会完全把持住，但他们也并没有因为当这个角色换成苹果之后而减少他们的担心，他们还是同时间在开发了自己的 Android 系统。那或者是 Google 的想法也是，当年也很难判定说苹果一定会主导未来的行动市场世界。那如果同时间微软也开发出类似的系统，那不论到时候是谁胜出， Google 都一样没有主导权，会被他们把持住。那可能还是要付出高额的权利金才能确保未来的 Google 可以生存在行动装置之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或许也能理解 Google 的作为。那据说呢，当年 Steve Jobs 看到 Google 发表的第一支 Android 手机，他是非常的愤怒，因为这和他本来所知情的 Android 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 Google 后来选择了这个方向，是否也是看到 iPhone 在这个智慧型手机的市场打
出了一片天，而进而采取这个方案。那这一点我们就不得而知。但你可以想象当年 Steve Jobs 的反应，他甚至在 Google 发表手机之后，也来到了 Google 总部，找到了 Google 创办人，还有当时 Android 的开发团队。那据旁人形容啊，当初那个是一场互相吼叫的会议。那 Steve Jobs 甚至开出了条件说，如果我们可以保持友善的话，那我可以确保在将来 iPhone 的首页里面永远都会有1个到2个的 Google App 在上面。但只要你们敢抄袭 iPhone 的功能的话，我会绝对告你们到底。那其实在当时早年的 Android 也是有避开了这些功能，可是在2010年推出的 HTC 手机呢，在第一次的软体更新就首次加入了多点触控的功能。那苹果也依他们先前的讲法，对 Android 提出了告诉。那也因为这样才有开头那一段经典的话。从那一刻开始呢 ，Steve Jobs 对 Google 全面开战，甚至也讲出了 Google 除了搜寻引擎之外，其他的产品都是大便的这种话。那其实，在那一段言论之后呢 ，Google 的 CEO 也有找上 Steve Jobs， 希望跟他来和谈。据说当时的碰面呢，一开始就是闲话家常啊，聊聊家人近况什么等等。但是在后半段呢，就是 Jobs 针对 Android 的抄袭的发表很多他自己的看法，据说是有非常多尖锐的言论。那他也很明白的对 Google CEO 说，我要的并不是和解，我也不需要钱，我有很多钱，就算你们付我50亿美金，我也不会想要。我唯一要就是你们停止抄袭我们的创意，就这样。当然最后也是没有达成协议，这个会议就不了了之。那或许到头来呢 ，iOS 和 Android 之间的差异，也和当年 Mac 跟 Windows 之间的差异非常的类似。Steve Jobs 一直不认同开放出他们的作业系统给其他厂商使用，因为他相信他自己能为使用者体验做出最好的把关。苹果需要有对自己家的产品，不论是软体还有硬体的完全掌控权。他也曾在受访时开玩笑说，也或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先前才会输给 Windows。但从他后来在 iPhone 上面所走的方向，他还是深深相信的这个封闭式的系统才是对的方式。当年其实也是因为这样 ，Bill Gates 跟他有不一样的看法，进而开发出一个开放式的 Windows， 而掌握了整个市场。那其实商业上永远是很现实啦。你如果站在 Microsoft 还有 Google 当年的角度来看，他们一定可以很清楚看得出来，或者是认可这个是未来应该走的方向。但又看着 Steve Jobs 不愿意开放他们自己作业系统的这个行为，在商业上认为这个是白白失去了一个非常大的机会。那或许也可能是信仰上本身就跟他有不一样的认同。但同时我们要考虑回来现实面啦。当他们看到这个点之后，他们知道说市场上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当下如果他们不去踏出这一步的话，同时也一定有其他公司看得出这一点，会做出另外一个开放性的系统。那如果到时候他们晚了一步，就连机会都没有了。那你就可以看看 Microsoft 在行动装置上面，就是因为反应太慢而失去主导权。那苹果和 Google 之间的战争呢，也并没有因为 Steve Jobs 离世而缓和了下来，至少一开始没有。那当时的苹果还是维持着后 Jobs 时代的意志，持续对抗着 Android。那几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可以看出来，就是苹果移除了 Google Map 啊，还有 YouTube。那当时的人们对 YouTube 其实还没有到那么大的依赖性，所以还好。可是其实 Google Map 当时在市场上真的还没有取代它的产品，它可以算是任何智慧型装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当时苹果因为跟他们竞争而开发了自己的苹果 Map， 但不论是实用度还有资讯量都大大差了 Google Map 一截。当时移除了 Google Map 造成用户的不满，同时呢，苹果也有意无意延缓 Google Map 在 App Store 的上架，所以造成你一移除之后，可能用户想要下载回 Google Map 回来使用都没有办法。那这很明显，苹果的意图就是希望强迫用户慢慢习惯使用苹果自己的 Map。那这个如果在 Jobs 还在世的时代啦，或许他会有种魔力，可以慢慢的说服他的信众，请所有的用户忍一下，帮助 Apple Map 的成熟。可是，在 Tim Cook 的时代就可不一样了。而且，况且当年这个决定有很大的因素，是因为 Scott Forstall 的坚持。那他就是当年呢跟 Steve Jobs 一起从 Next 来到苹果，并且深度的参与 iPhone 开发过程的一个人。那也是据苹果内部的说法呢，他在 Steve Jobs 左右手里面是一个个性和他最像的一个人。所以呢，在 Steve Jobs 离世之后 ，Tim Cook 在管理 Scott Forstall 啊、Johnny Ive 啊，还有一些其他曾经跟 Steve Jobs 很亲近的这些主管上面是非常的头痛，因为这些都是当年直接对 Steve Jobs 报告的人。现在少了 Steve Jobs 当中间的调和器，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水火不容，那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同时出现在同个会议上面讨论事情。所以当年移除 Google Maps 这个决定造成非常多的争议之后呢 ，Tim Cook 就准备公开性跟用户道歉，然后希望所有的主管在上面签名。但当年呢 ，Scott Forstall 就是拒绝签名。我猜他当时心里可能想着啦，如果 Steve Jobs 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要跟 Android 战到底，他怎么可能会为了这种事道歉？但他可能万万没有想到 ，Tim Cook 就因为他拒绝签名这个行为而把他开除了。一个跟 Steve Jobs 最亲近，而且参与 iPhone 从头到尾开发的人，就在 Steve Jobs 离世1年之后被苹果踢出了门外。那苹果后来呢，也对用户跟 Google 让步，很快的让 Google Map 在 App Store 上架，然后才慢慢平息了这个风波。那虽然再来的几年呢，苹果跟 Google 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诉讼战在打，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并购了非常多公司。那不论是为了增加自己专利的数量，或者是为了进一步攻占对方的核心商业利益，但后来也随着时间逐渐的缓和
下来。所以呢，在看了上述的历史之后，现在再来看大家所在争吵谁要模仿谁，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现在大致上就是一些简单的设计啊、小功能啊、硬体上面谁又先多了几颗镜头啊，谁又先有了高刷萤幕。那说真的，现在这些都不太会去影响大众购买的意愿了。那现在我们可能更习惯的或是更需要是一些生态链上面的独有性。那苹果还是维持一贯的风格，在软体跟硬体上面一把抓。那 Google 呢，在经过他们完全开放的时期之后呢，现在也慢慢的收紧了管理，然后在硬体上面也逐渐在建构自己的生态系统。那现在 Apple 还有 Google 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的缓和。那虽然偶尔我们还是会看到它在隐私权上面会互放冷箭啦，但现实上呢 ，Google 还是每一年会付很大一笔权利金给苹果，能确保他们的搜寻引擎是在苹果的预设选择上面。那另一方面呢，你可以想想看，如果现在网络上面完全没有 Google 提供的产品啊、服务，像是 Google Map 啊、Google Search、Gmail、YouTube 什么等等，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适应吧。所以不管如何呢，我相信有更多的竞争，其实对消费者是好事。所以我也常在想，如果当年没有 Android 或是另外一个可以跟 iPhone 竞争的对手，那我们现在所看到 iPhone 所进步的幅度会不会比现在还要少非常多？那可能我们今年才会第一次有一支5寸萤幕的 iPhone， 那或者是才会第一次加入第2颗镜头。那当然我不是在鼓励抄袭的行为啦，只是我们可以试想，在一个完全没有竞争的市场上，真的会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的吗 ？OK， 好，那最后我们来问大家一些问题啦。那关于 iPhone 跟 Android 这两者之间，你在听了这些故事之后，你觉得到底是谁抄袭谁比较多呢？还是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这些都不太重要？那我希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可以一起讨论咯。OK， 好，那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面见喽，拜。